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残酷的成功法则》这本书。这本书最出色的地方在于，它将充斥街头巷尾的可疑自我提升方法与科学结合，进行了基于证据的验证。世间的成功法则往往是科学上错误的，或者基于成功者个人经验所创立的，缺乏普遍性的成功法则。如果我们跟随这些方法，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应该遵循真正有效的成功法则，进行不懈的努力，抓住成功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将介绍科学验证过的成功法则。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成功所需的条件；第二，拥有自信是否是一件好事。首先是第一部分，成功所需的条件。大家觉得，成功所需的条件是什么呢？请稍微思考一下。您可能会想到坚韧不拔的毅力等词语。在许多情况下，拥有毅力的人会成功，因为如果假设智力和才能几乎相同，那么拥有毅力的人通常会更有优势，因为有毅力的人会坚持不懈的工作，长时间保持高效，且不容易半途而废。而且，拥有毅力的人在失败时不会自怨自艾或浪费时间，而是把失败当作学习经验，从中吸取教训，积极向前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拥有毅力似乎确实有助于成功。很多人都知道毅力很重要，但我们也知道自己很难坚持1周的减肥计划，或者坚持几次去健身房。这时候，我们的弱点也显现出来。那么，为什么我们明知道毅力对成功很重要，却无法发挥毅力呢？这其中有2个原因。原因一，我们认为自己知道毅力是如何产生的，然而实际上我们是错的。原因二，过于执着于毅力，成功有时也需要学会适时放弃。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一个原因开始解读。大家认为，毅力是由什么带来的呢？结论是，它来自于我们给自己讲述的故事。很多人可能认为，拥有毅力的人是出生在贫困环境中，为了摆脱困境拼命奋斗。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非每个人都需要经历贫困或逆境，真正需要的是给自己讲述的故事。首先，请记住这一点，毅力来源于我们给自己讲的故事。为了更容易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用美国海军特种部队的极限训练作为例子来说明。大家知道美国海军特种部队 SEALs 吗？他们的训练极其严苛，尤其是基础水下爆破训练。这是将身体和心理逼到极限的艰苦训练。例如，在训练中，学员们不能获得超过110小时的睡眠，并且需要把木头举在头上运送几个小时，还会进行长跑和长时间游泳等高强度的训练。更极端的是令人震惊的水下训练。训练员们穿戴好潜水设备潜入水中，然后呼吸装置会被突然拔掉，或者管道上会被打结。还有其他无情的干扰，让学员们无法顺利进行。他们为了寻找氧气而拼尽全力，脑海中不断传来快死了的声音。在这种常规无法想象的、真正生死攸关的极限训练中，94%的人会在中途放弃。那么大家猜猜，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没错，是为了研究那些能够通过这种严酷训练的人和最终放弃的人之间的区别。我们要弄清楚，那些能够坚持下来的成功者究竟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当然，参加这种训练的人都具备毅力。那么，这些拥有毅力的人在面对逆境时，他们的行为是什么样的？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通过这个实验进行了解。结论是，能够通过考试的人，心里有积极的自我激励。例如，在进行水下潜水训练时，学员们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没事，我不会死的，我一定能坚持到底。那些在训练中能够持续进行积极自我激励的人，最终成功通过了这个训练。人们每分钟都会在脑海中喃喃自语很多话语，其中既有积极的话，也有消极的话。研究发现，积极的自我激励对我们的心理强度和毅力有着巨大的正面影响。海军为了打造强大的部队，
曾考虑过各种选拔标准，比如体力强壮、身材魁梧等，但最后发现，能够进行积极心态自我激励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积极的自我激励能带来毅力，拥有积极自我激励的人能在艰难的训练中坚持下去。通过研究发现，海军训练过程中鼓励学员进行积极自我激励时，合格的学员人数增加了10%。因此，大家如果想拥有毅力，就应该对自己进行积极的自我鼓励，不要说我不适合或我做不到这种消极的话，而是告诉自己这是我必须做的，我还不习惯，但只要找到诀窍，我一定会做得更好，我注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通过这样的方式，您将获得毅力，而这种毅力将帮助您更接近成功。除了海军，其他许多实验也表明，进行积极自我鼓励的人更容易成功。例如，您可以选择漫画中的故事作为灵感，也可以想到某个重要的人，或者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只要是对你有意义的故事，什么都可以。如果找不到的话，建议您考虑一下自己的死亡。思考死亡会帮助您意识到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如果您找不到合适的故事，不妨花时间想一想自己的死亡。在自己的葬礼上，您希望谁对您说些什么？死后被赞扬的你有什么价值？通过这样思考，您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无论什么样的故事，只要是对你有意义的，哪里来的都没关系。请找到对你有意义的故事，然后在困难时刻将这个故事在脑海中复述，这样您就能培养毅力，并能坚持不懈地忍耐困难。即使是失败者，哪怕经历最严酷的情绪，也能够活下来，并最终成功。接下来，解说毅力无法发挥的一个原因：过于执着于毅力，以至于无法正确的放弃。那么，如果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故事，但它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应该怎么办呢？即使您在脑海中讲述积极的故事，为什么有时还是会失败呢？这种情况下，或许是时候考虑换一个路线了。因为人生的每个选择都涉及到取舍。所谓的取舍，就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必须放弃其他东西。比如，如果你想考上很好的大学，就必须牺牲娱乐或与朋友们相处的时间，专心学习。换句话说，您需要战略性的放弃一些东西。一旦您找到了自己的核心目标，放弃第二重要的事情将反而有益，因为这样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您希望有更多时间或更多的金钱，那么解决方法就是放弃那些对自己没有意义或浪费时间的事情。通过这样做，您将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那些更有意义、更重要的事情。例如，彼得·德鲁克曾主张过这样的话：时间是最宝贵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做更多的事情而管理好日程安排，而是应该剔除所有那些对达成目标没有贡献的事物。这一点在其他许多书籍中也有提到。真正重要的事情才去做，其他的事情要舍弃，把自己的所有资源都投入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行动中。也就是说，如果某些事情没有产生结果，但你还是继续做下去，或者做的是非生产性的事，就应该学会放弃。正确的放弃那些认为毅力很重要，却无法发挥它的人，往往就是没有学会正确放弃的人。因为毅力的影响，很多人会固守那些无效的工作，无法在过程中放弃。当然，给自己讲述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展现毅力，坚韧不拔地面对挑战，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您把毅力投入到没有结果或没有意义的工作中，社会是一个取舍的过程，结果自然不会如愿。所以，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需要被舍弃。那么，何时是停止当前活动的时机？何时应该继续？怎样区分哪些应该放弃，哪些应该坚持到底呢？以下是4个步骤。首先，请想象您的愿望和梦想，例如，想找到一份很棒的工作，然后具体想象您期望的愿望成果，例如，在公司担任重要职位。接下来，直面现实，思考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最后，
为您的未来制定计划。如果您按照这4个步骤去做，您将能够明确自己是否应该坚持做某件事，或是应该放弃。这将成为评估目标实现可能性的个人试金石。接下来是第2部分，我们来思考一下，拥有自信是否是一件好事。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基本上，拥有自信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说的直白点，成功的人从一开始就都有自信，而且成功之后，他们的自信会越来越强。成功的人相比于其他人来说，通常更自信，这一点有大量的数据支持。而且拥有自信这件事，不仅仅和聪明才智同等重要，它最终决定了一个人能够获得的收入水平。我们都知道，成功一定需要聪明才智，但至少同样程度的自信同样能带来成功。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拥有自信比拥有聪明才智更重要。那么，为什么拥有自信就更容易成功呢？这是因为拥有自信的人会觉得自己能掌控一切。例如，相信自己能够成功的人，能够发现其他人认为危险的地方隐藏着机会。他们不会害怕不确定的未来或模糊不清的情况，反而会欣然接受。而且他们敢于承担更多的风险，最终也能获得更多的回报。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不仅仅是由运气或偶然决定的，而是自己内在的动机和能力的结果。即使运气成分大，成功归根结底是自己吸引来的。他们一直坚持这样的信念。拥有自信基本上会对我们有正面的影响。不过，如果您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自信，那也没关系，您可以尝试装作有自信的样子。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表明，即使是装作有自信，也能产生正面的效果。这是因为，当您显得自信满满、神采奕奕时，别人会认为您是个有能力且地位高的人，结果，您会因此得到积极的影响。不过，到这里听起来好像拥有自信就是完美的，但其实它也有一个缺点。的确，拥有自信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同时也容易变得傲慢。例如，过度自信的人往往不会听取别人的意见。虽然我认为不必听素人的意见，但当他们忽视专家的意见时，就成了问题。也就是说，当您自认为最强时，您就不会听任何人的建议。再者，过度自信的人也很难灵活地接受新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也就是说，自信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困境呢？答案是，重要的不是拥有自信，而是对自己有同情心。对自己的同情心，叫做自我同情。您可能常听到自我同情很重要这样的说法。拥有自我同情，就是要学会宽恕自己。拥有自我同情时，当我们失败时，就不需要继续追逐成功的幻想，也不必因为看不到改善的希望而感到沮丧。目标达不到时，我们也不会责怪自己。所以，以后如果事情不顺利时，尽量不要自责或批评自己。研究人员曾说过，生命中唯一能始终陪伴并温柔关怀您的人是谁？那就是您自己。人不可能永远完美，因此适时的宽恕自己，才能给予自己前进的力量。到这里，您应该已经充分理解了自我同情的重要性。相比自信，拥有自我同情更容易成功。当然，突然要求您拥有自我同情并宽恕自己，可能很难做到。培养自我同情需要一定的练习。在这里，我提供一个方法，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找更多资料。做法很简单，首先从用积极的语言与自己对话开始。即使是失败者，也可以告诉自己，通过这次失败，我未来能去更高的地方，我一定能恢复过来，重新崛起。对自己说一些积极的话，宽恕自己，请停止否定自己，也不要感叹世界末日。不仅要在脑海中对自己说积极的话，如果能把它们写下来，效果会更好。所以，当您因失败而想责怪自己时，试着做做看。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